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硅基觉醒。今天我要和你们聊一个比较扎心的话题，叫做深度伪造技术，简称 Deepfake。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简单点说，就是用 AI 造出超级逼真的视频和音频，能够模仿任何人的脸、声音，甚至连你说话的小习惯都能模仿的一模一样。听起来是不是有点科幻？但这玩意儿已经不是未来的产品，它现在已经就在我们身边，随时可能就会坑你一把。想象一下，你正在家里刷手机，突然接到一个视频电话，屏幕上是你女儿的样子，哭得稀里哗啦，说她被绑架了，绑匪要你立刻转10万块钱救人。你看着那张熟悉的脸，听着她带着哭腔的声音，你的心是不是立即提到了嗓子眼？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办？是立马掏手机转账，还是冷静下来想一想，这会不会是一个骗局？我们再看一个更狠点的例子，你在公司加班，收到一个紧急的视频会议邀请，屏幕上是你们的 CEO， 表情特别严肃，说公司现金流出现了特别大的问题，需要你马上转500万到一个临时账户，你敢不听吗？不听，万一真的是老板，你的饭碗可能就没了。听了，万一是个假 CEO， 公司就是血亏。这些场景，是不是听着像好莱坞大片？但他们已经不是幻想了。深度伪造技术已经让骗子可以轻松地伪造你亲人的脸、声音，攻破你最基本的信任。我看到一个数据，90%到95%的深度伪造视频是用来搞非自愿色情内容的，受害者的心理和生活被毁得一塌糊涂。比如有个澳洲女孩，17岁时被深度伪造做成色情视频，案子到2021年还没有解决。这个视频毁了她的整个人生。这件事如果发生你的身上，你扛得住吗？所以我特别想问你一句，如果有人用你爸妈的脸、你孩子的声音给你打视频电话，你有多大的把握能够看出这是假的？你别觉得这离你很远，这玩意儿其实就是你家门口的定时炸弹。技术跑得比我们快，咱们作为普通人真的准备好了吗？今天这期视频我要带你从你自己的生活开始，拨开深度伪造的真面目，聊聊它是怎么威胁到你的钱包、你的信任，甚至让你怀疑真实到底是个啥。咱们慢慢来，准备好了吗？第一层，从你我开始，信任被撕得粉碎。好，刚刚我们聊了深度伪造是怎么直接威胁到你和家人的安全。现在咱们把镜头拉远一点，看看它怎么把我们的日常生活的信任撕得粉碎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信任是我们生活的地基，从相信朋友发的消息到相信新闻里的大事，都是因为我们觉得有图有真相。可是深度伪造技术来了，这地基正在塌方。举个例子，你在刷短视频，看到一个爆料，里面有个名人出轨的现场视频，表情、动画、声音都跟真的一样，你会不会信以为真？以前我们觉得可能说有视频铁证如山，但现在呢， AI 可以分分钟造出一段假视频，口型对得上，表情没破绽，连背景的光影都是完美的，你怎么去分辨？2020年有个研究说，虽然只有16%的人会被深度伪造彻底骗到，但33.2%的人会觉得不太确定。这已经够要命的了，因为一旦你开始怀疑，信任就没了。你刷到的每条新闻、每个视频都得打上问号，那这个日子还怎么过？再往职场里说，深度伪造已经成了老板和员工的噩梦。我看过一个案例，2019年有个骗子用深度伪造技术模仿公司 CEO 的声音，骗财务转走了24.3万美金。这不是小钱，要是你公司被坑成这样的，你会不会也跟着倒霉？更别说有些黑产已经开始用 AI 伪造视频会议，假装是大领导下命令，你敢不听？可你听了，可能就是在给骗子送钱。
再想想法庭，你犯没犯事？视频证据以前是王牌，可现在呢？有人能伪造你一段犯罪的视频，完美到连法官都看不出破绽，你怎么去证明自己的清白？一个无辜的人可能因为一段假视频去蹲大牢，而真凶却在外面去笑。这不是技术问题，这是正义还能不能站住脚的问题。所以你看，深度伪造不只是让你丢点钱或者骗点感情，在动摇我们整个社会的根基。你敢不敢想象一个没人敢相信任何东西的世界？所以你看，深度伪造不只是让你丢点钱或者被骗点感情，它在动摇我们整个社会的根基。你敢不敢想象一个没人敢相信任何东西的世界？光想想我后背就发凉。你觉得呢？历史被改写，真相到底被谁偷走了？好，咱们再往深里挖一层，聊聊深度伪造技术怎么偷走真相，甚至去改写历史的。你小时候学历史，老师是不是告诉你历史是客观的？可现在深度伪造技术让历史变成了谁技术牛谁说了算的玩意儿。想象一下，有人用 AI 做了一段假视频，让丘吉尔发表一段他从未说过的演讲，内容完全是捏造的，传到网上被年轻人当真。几十年后，我们的后代会不会以为这就是历史？那历史的严肃性还剩啥？我有时候会想，如果连过去都能被技术重写，我们还能信啥？2023年，有人报道说，有人用 AI 生成一个叫 Wolf News 的假主播，播报全是捏造的国际新闻，用来政治宣传。这种事已经不是假设了，它正在发生。到时候历史不再是事实记录，而是谁技术牛谁说了算。这是不是有点太不靠谱了？这是不是有点太离谱了？再聊聊新闻，你有没有刷到过这种现场视频？看着特别真实，背景、声音、光影都对得上。可现在 AI 能够轻松生成这种假视频，连专业记者都可能会被忽悠。新闻媒体号称社会的第四权，监督政府和企业，可如果连它的根基、真实性都没了，它还怎么来监督？我们普通人还怎么知道谁对谁错？2025年的法律评论里提到，深度伪造技术可能会导致说谎者的红利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真的证据可能会被当成假的，假的证据反而没人怀疑。这对民主选举甚至国际关系都是灾难。你想想，如果在选举前一天有人放出一段候选人受贿的假视频，那么投票结果会怎么样？真相还有机会翻身吗？所以深度伪造不只是威胁你的钱包和隐私，它正在偷走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共识。你是不是也觉得生活的也越来越不踏实了？以前我们至少还能信点啥，现在好像啥都相信不了了。就拿最近以色列和伊朗的冲突来说，2025年6月13日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空袭以后，社交媒体就炸了锅。有个 AI 生成的视频，假装伊朗人高喊"我们爱以色列"，你相信吗？这种视频一传，普通人哪有时间去查真假，一激动就转发了，结果真相就被淹没在假新闻的浪潮里。更狠的是，这场舆论战已经不是个人在搞乱子了，连官方都下场了。你可能会说，不就是宣传吗？战争不都是这样吗？但这回不一样，以前的宣传顶多是夸大事实，可现在是直接造事实。现在 AI 让造假成本低到离谱，几秒钟就能够造出一段以假乱真的视频，传到网上，分分钟100万浏览量。AI 技术让以色列伊朗冲突变成了一场叙事战，双方不止在战场上打，还在网上用 AI 深伪视频、游戏画面甚至聊天机器人撒谎，拼命抢夺舆论高地。这对我们普通人意味着啥？意味着你刷的每条战况视频都有可能是假的。
你以为你在看新闻，其实可能是在看一场精心编排的戏。2024年有报告预测，到2025年，社交媒体上的深度伪造视频可能会飙到800万，这速度人类还能不能追得上？更可怕的是，这种假视频不只是骗你一时，它会留在网上变成历史的一部分。以后的人搜以色列伊朗战争，看到这些假画面，会不会以为这就是真相？历史就这样被偷走了，你还浑然不觉。再往深了说，这种舆论战不只是改写历史，它还在撕裂社会。深度伪造视频往往瞄准你的情绪，比如伊朗放出假视频，吹自己多牛，激起民族主义；以色列放假抗议视频，制造伊朗内部混乱，挑拨离间。这些视频一传，评论区立马就炸了，有人高喊干掉对方，有人骂全是假的。这种假内容还煽动了不同宗教之间的对立情绪，直接把冲突的火药味烧到了网上。你想想，这种假视频不只是在骗眼，还可能点燃仇恨，让本来就紧张的地缘冲突更乱。这不就是信息核弹吗？所以，深度伪造不只是技术问题，它还在重塑我们对世界的认知。你刷手机的时候有没有想过，你看到的历史可能就是别人用 AI 编写的剧本？你还有什么敢相信的？真相被偷走的感觉，是不是让人感觉有点绝望？真实是个什么？我们被感官背叛了。好，咱们往更深的地方走一走，聊点哲学的问题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人类几千年来的一个铁律是眼见为实，你看到东西你就相信。可深度伪造技术正在把看到和真实之间的线剪断，这不只是技术进步，它在挑战我们作为人的基本认知。举个例子， AI 可以生成一段超逼真的历史影像，比如让你亲眼看到一场古代战役，士兵的盔甲、战场的灰尘、喊杀声全都跟真的一样。可这场战争全是假的，全是算法编出来的。你说这算不算是真实？再比如，有人用 AI 修复了一段你小时候的家庭录像，给你加了个完美的童年回忆，但其实那段记忆压根就没发生过。你会不会觉得自己的过去被偷了？更玄乎一点，未来如果技术再升级，我们可以用 AI 给自己编一段完美人生，没有吵架，没有失败，只有幸福的画面。你会不会想活在这种假的记忆里？如果选了，你的自我还是你吗？我们的身份，我们的存在，是不是得重新定义？我有时候想，技术是不是在逼问我们一个问题：如果真实可以被制造，那我们到底追求的是什么？这不只是技术牛不牛的问题，而是我们作为人的根本问题。你有没有觉得生活突然变得好虚幻？以前我们至少知道自己站在啥地上，现在连地基都没了。还有个更烧脑的，如果 AI 生成的影像比你自己的记忆还清晰，它算不算是更真实？比如你小时候跟爸妈去海边玩，但细节已经模糊了， AI 给你生成一段高清视频，补全了你所有的画面，连海浪声都完美复原。你会不会怀疑自己的记忆？到最后，我们的自我，我们的历史是不是都得靠算法来定义？这种感觉像不像自己被感官背叛了？你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的，你听到的也不一定是真的，那我们还到底能相信什么？这个世界还剩下的什么是真的？谁在找真相？这场游戏谁在玩？聊到这儿，咱们得掀开幕布，看看这场戏到底是谁在导演。深度伪造技术这么牛，它是不是人人都在玩？你我这种普通人顶多用个换脸 APP 搞点搞笑视频，可真能造出这种以假乱真的视频的是谁？是大科技公司、政府，还是那些高级黑材？他们拥有大量的算力、丰富的资源，能够把真相捏成他们想要的形状。这就说出一个扎心的问题：
谁有技术谁就说了算，谁有算力谁说了算。真相不再是客观的东西，而是变成了权力的玩具。你有没有觉得这有点像科幻片里的反乌托邦世界？2022年有研究说，深度伪造已经被用来骗公司转账，比如假冒 CEO 的视频坑了24.3万美金。这还只是小场面，更大的可能是有人用这种技术操纵舆论，影响选举，甚至改写历史。再想想科技公司在这里面是什么角色，他们运用最牛的 AI 技术，但监管总是慢半拍。是因为技术太复杂管不了，还是因为利润太香不想管？到2025年，社交媒体上的深度伪造视频和语音会飙到800万，你觉得这些平台会主动去清理吗？别太天真了，流量就是钱，他们才不会自断自己的财路。还有政府，有些国家已经用深度伪造做宣传，搞虚假信息战。2023年 Wolf News 假主播就是个例子。这不是技术问题，这就是权力的问题。谁掌握了造假技术，谁就掌握了定义真相的权利。情报机构通过技术垄断获得单向透明优势，既可主动投放伪造信息操纵他国舆论，比如伪造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受贿的视频，又可否认他国揭露自身丑闻为敌对势力伪造。某些机构通过跨境数据拦截计划建立亿级人脸声纹生物数据库，某些 Deepfake 需要10分钟样本训练，而情报机构可调用目标数十年公开影像，生成无眨眼瑕疵、微表情连贯的完美替身。这不就是信息版的新殖民吗？我们普通人就是在这场游戏里被摆弄的棋子。你可能会说，不是有法律吗？但法律永远追不上技术，等法律出台，骗子早已跑了。而深度伪造技术去中心化，想管也管不过来。比如 AI 模型一旦开源，任何人都能拿去搞乱子。2025年的法律评论说，监管最大的困境是你没法去管一个不存在的中心的问题，这不就是死局吗？所以靠别人救咱们是不现实的，得靠自己，起码还得有点防身术。你准备好了吗？别当这场游戏的炮灰。好，聊了这么多，从你家门口的骗局到社会信任的崩塌，再到真实被偷走，最后到权力游戏的真相，咱们把深度伪造的底儿翻了个遍。现在我给你点干货，教你在这场 AI 虚拟信息浪潮里怎么保护自己和家人，别当炮灰。第一招，多长点心眼，别当技术小白。深度伪造再牛也有破绽，比如视频里的口型和声音对不上，或者背景有怪怪的模糊感，可能就是假的。还有骗子喜欢用紧急情况让你慌，比如立刻转账，或者你孩子有危险，遇到这种千万别急，先挂电话，用别的渠道确认，比如直接打给对方，或者问问共同的朋友。2024年的报告说，80%的深度伪造诈骗都能靠冷静识破，心别慌，脑子别乱。第二招，用点工具，给自己加个盾。现在有些检测工具还是挺靠谱的，能够分析视频是不是 AI 生成的，下载一个，关键的时候扫一扫，能省大事。还有一些浏览器插件能够帮你插图片或者视频来源，别嫌麻烦。这就像给手机装个杀毒软件一样，是基本操作。第三招，推一把，别光靠自己。咱们普通人力量小，但聚起来就不一样。支持平台搞透明度，比如要求视频加水印，或者用区块链存储原始数据，证明内容没有被篡改。你还能关注法规，像英国的在线安全法案，它就是保护深度伪造受害者的。2024年有数据说，全球只有1/3的人知道什么是深度伪造，说明咱们要喊得更响。你转发一条相关的内容，就是在给自己加一道防线。第四招，建自己的信息圈。以后网上的东西越来越难相信，你得有自己的信息源，
比如跟家人定个暗号，遇到可疑电话就问咱家狗的名字叫啥，骗子肯定是回答不上来的。还有少信社交媒体的爆料，多看官方渠道，或者直接问身边可信的人。2025年的趋势是信息化会越来越碎片化，你得学会自己去筛选。这些招数虽然不是灵丹妙药，但它至少能够让你在这场技术狂潮里站稳脚跟。你想想，5年后深度伪造可能会无处不在，你的钱包、你的名声、你的信任都可能被偷。你愿意坐着等坑，还是现在就动起来？今天的视频，咱们从一个假的视频电话开始，聊到了你家门口的危机、社会信任的崩塌、真实的定义被偷走，最后揭开了谁在操纵这场游戏。深度伪造技术不只是科技玩具，它在重塑我们的生活，触碰到我们内心深处的不安和困惑。我希望这期视频能让你对深度伪造有个新的认识。技术不会停下脚步，但我们可以选择怎么去面对，别让 AI 把你的生活搞得一团糟。从今天开始，多留个心眼，多学点防身术，给自己和家人加一道防线。如果你觉得这些内容有点意思，记得点赞、分享、订阅。咱们下期再聊点别的。你有什么想法，也可以在评论区里告诉我，咱们一起去讨论。